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 ISIS 组织发出了狙杀令，又在阿富汗展开了空袭报复行动，而且有可能与塔利班展开合作。美军在未来会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美国呀从阿富汗撤军的事情呢，现在还一直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我们先讲一个，就是美军的狙杀令啊，就是他对伊斯兰国的这个极端分子啊，这个发布了一个狙杀令。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这个部队撤离的时候啊，这个发生了恐怖自杀式爆炸或者是恐怖袭击，那当场大概就有10几个美国官兵啊就炸死了，13个应该是啊。那么当然，阿富汗的平民啊，就是想从这个机场啊跟着一块儿撤走的这个平民也受到了伤亡。那可能还有塔利班的人员也遭受到了伤亡。那基于这样一个情况，美军就下达了一个狙杀令，就是你这个对我美军的恐怖袭击，那我一定要报复啊，不然的话，那不但是狼狈的逃跑啊，在阿富汗政府军面前没面子，在塔利班面前也没有面子，因为当时发生爆炸这个区域是美军负责看着的，不是塔利班负责看着，所以塔利班这个说的，这你怪不着我呀，我在外围，你在那边，你在里边呢，你这个里边上千的美军你都看不住啊，我跟你通报了啊相关的这些情况，也就是说可能要发生恐怖袭击啊，那你没有做好，你不能怪我，所以这个美军要报复。那么报复呢？结果我们看到了是用的这个无人机，然后呢发射了精确制导的炸弹。他说炸死了2个或者是3个啊，这个伊斯兰国啊极端组织的头目。那么当然还有附带的伤亡，也就是也有平民的伤亡啊。那这个事儿呢，虽然做了，但是呢，后续还有啊，因为你这个恐袭是不是就是被打死的，或者是被炸死的啊？这2个人干的，或者是策划的，你只能说是他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啊。还有呢，就是在今后你不能排除就是针对美国或者美国军人的这种恐怖袭击啊。所以这个美国的狙杀令啊，虽然就是下达了，但是他现在达到的目的或者是说达到的企图并不完全啊，因为你说这个谁是策划者，谁是实施者啊，都不能逃脱啊这个惩罚。那现在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吗？没完。但是美军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了，你报复啊，或者是你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这个成员，你怎么打击啊？必须得有塔利班的配合。所以我们讲，在这个问题上，美军的国防部长还有他的参联会主席都说啊，在这个问题上，还要和塔利班合作，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可能还要合作呀。但是呢，他们同时又说，就是这种合作呀，并不是美军想做的，而是说应该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想从阿富汗撤军吗？他想这个体面的，就是从阿富汗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是离开吗？对吧？他想干的事情多了，但是他干不了，那就不得不做，不得不做，就是他这次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和阿富汗的这个应该说塔利班的这个合作呀，区域面积非常小，而且他的这个所谓的狙杀令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就靠卫星，就靠这种侦察机，就能搞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这些情报了吗？就靠这些侦察就能看到了吗？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他没有塔利班给他的信息啊，这种人力上的这种情报的支援，他能够办得成吗？办不成。还有一个，他留在就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些情报人员或者说耳目，就能够及时的给他提供这个相关的情况吗？我看也不行，因为他许诺啊，给很多人有签证，就将来的话你可以到美国去，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大量的这个阿富汗的人不是滞留在阿富汗了吗？滞留在喀布尔的机场了吗？没有走成吗？所以美国它的这种信义能够长期的存在吗？它能够就是再让更多的阿富汗人为美国或者美军来服务吗？所以这都不可能。
所以我们讲，通过他的这个狙杀令啊，已经可以看到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我们再说，他现在对这个塔利班政府怎么看？他会全心全意或者大力的支持塔利班政府？不可能，因为他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阿富汗起来，他不愿意看到塔利班做大，因为塔利班从骨子里是憎恶美军的啊，因为打了20年的战争，杀了那么多的塔利班的人员，这个塔利班能不恨美军吗？所以他一定会扼杀这样一个政权。那么就是即使他想扼杀，他有什么手段呢？恐怕主要是经济上的手段，他想把这个经济上卡住阿富汗，然后呢就可以使它发生内乱，然后呢就是达到就是用内乱来推翻塔利班政权。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这些难民就会涌出，那美国也是这些难民啊可以涌向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这些在阿富汗的极端分子或者极端组织，如果塔利班不能够有效的打击，因为他无暇顾及了，那这些恐怖分子或者是极端组织的人员也可能就是扩散到美国去呀，也继续把美国作为敌人来进行打击呀，所以这又是给自己啊增添了更多的这种麻烦和这种危机，所以这是一柄双刃剑。那我们看，既然美军现在在阿富汗埋下了这样的祸种，那么这个后果还必须由美国人来承担。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